明明是全校公认连 D 级都觉醒不了的废柴，我却在觉醒仪式上一掌撑爆了能承受 S 级异能的测试球。就在上一秒，校霸还在嘲笑我是个穷鬼，连老师都要给我处分，逼我承认作弊。谁知下一秒，漫天冰雪覆盖了整个体育馆，就连那一向高冷的京北大学招生办女生都激动地贴在玻璃上尖叫。而处于风暴中心的我，脸上没有丝毫慌张，反而发出了那声让人毛骨悚然的狂笑。嘿嘿嘿，艺术就是爆炸！只因这一刻，我体内那个名为小丑的 SSS 级恶魔彻底苏醒了。攒了3年钱，只为赌一次觉醒，结果刚推开家门，我就差点被当场送走。这哪里还是我的廉租房？门把手结满湛蓝冰晶，刺骨寒气瞬间冻僵手掌，空气中更是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黑暗中一道冰冷的女声就把我定在原地。你想去哪？冷汗瞬间浸透后背，我颤抖着按亮灯光，只见床上坐着个只有14、15岁的白毛萝莉，她肌肤透明的像雪，可那双冰蓝色的眸子却满是杀意，肩膀到腰际有一道恐怖的伤口，鲜血早已染透她的衣襟。这哪里是艳遇，分明是索命的阎王。她抬手对着墙壁轻轻一按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坚硬的墙面瞬间留下清晰的巴掌印。不想死就别做蠢事。没有任何迟疑，我双膝一软，扑通一声当场跪下。女王大人饶命，我绝对没有任何坏心思，硬气在能秒杀我的觉醒者面前，节操算个屁啊，保命才是王道。见我怂得如此彻底，他紧绷的神经似乎松了一些，冷冷命令我当他不存在。我立马爬起来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，甚至故意调到了宝宝巴士，听着爸爸妈妈不要担心我的洗脑的歌，我跟着节奏哼唧，主打一个我很乖，我很无害。嗖，一根冰锥突然擦着我头皮飞过，瞬间洞穿了老旧的电视机。给我安静坐着。看着冒烟的电视，我心都在滴血，这可是家里最值钱的电器啊！就在这时，催命的敲门声突然炸响，咚咚咚，房间内的空气瞬间凝固，床上的白毛妹子脸色惨白，惊恐的示意我别出声。然而下一秒，轰一声巨响，整扇冻住的大门连着门框被一股恐怖巨力直接轰飞。门口站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男人，他打扮得像黑客帝国里的特工，目光阴邃的扫过全屋，狞笑着开口：“呵，雪莉，你果然藏在这里。”男人狞笑着，右手竟然直接插进墙壁的阴影里。他缓缓抽出了一柄2米长的漆黑巨剑，那剑身上缠绕着血管般的红纹。光是看一眼那漆黑巨剑，我的灵魂都仿佛要被吸进去。身后的白毛妹子突然爆发最后的力量，整个房间瞬间化作冰窟，窗户应声破碎。白毛妹子对着我大喊：“快逃！”逃！我也想逃啊，可那黑衣男人的气势太强，仅仅是一记简单的树劈，恐怖的压迫感就让我动弹不得。极寒冰晶爆！白毛妹子绝望地引爆了所有寒气，她试图阻挡那必杀的一击，2股恐怖的力量在狭小的房间内对撞。作为普通人的我瞬间被波及，身体迅速结冰，死亡的窒息感疯狂侵蚀着神经。这就完了，我攒了3年的钱还没花，觉醒仪式还没参加啊！极度的不甘在脑海中疯狂咆哮，濒死的绝境竟然冲垮了某种无形的枷锁。一个癫狂戏谑的声音突然在我灵魂深处炸裂开来：“嘿嘿嘿，于绝境中狂笑，在葬礼上起舞吧！”专属 SSS 级异能小丑已觉醒，检测到高能量反应，10级异能极冰权杖复制成功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寒冰退去，一股前所未有的狂暴力量瞬间灌满4肢百骸。眼看黑衣男人的巨剑突破封锁，巨剑对着白毛妹子迎头劈下，我眼中迷茫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疯狂。一步踏前，学着那妹子的动作，我汇聚全身力量，双手猛地向前一推，想杀人。先问问刚觉醒的小丑答不答应？极寒冰惊爆，还未消散的寒气再次炸裂，雪白烟花瞬间吞没整个房间。黑衣青年瞳孔骤缩：“你他娘的，扮猪吃虎！”他手中的巨剑慌忙变向，黑色剑气与我的冰霜正面硬刚，轰！恐怖的气浪直接掀飞了屋顶，尖锐的冰刺如暴雨般四射。黑衣青年西服破碎，满身白霜，但他却笑了：“小子，这种大招你还能放第3次吗？”没蓝了，抱歉。此时此刻我是小丑1阶天赋，故技重施已激活，消耗减半，威力翻倍。呵，我嘴角裂开一抹疯狂的弧度，双手再次结印。什么？在黑衣青年惊恐的目光中，第3次冰晶爆贴脸输出，这一次璀璨如钻，没有任何悬念。巨剑当啷落地，上面的血色瞬间暗淡，那个嚣张的黑衣人直接化作了一尊千疮百孔的冰雕。这就是我的力量！巨大的虚弱感瞬间袭来，我瘫坐在地。演出完美谢幕，恭喜晋升2阶，获得天赋鬼牌，可存储已表演的异能。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不远处的雪莉身体竟然开始变得透明，她原本实体的肌肤化作漫天飘舞的冰蓝光粒。女王大人，还有遗言吗？雪莉眼中的惊骇甚至盖过了死亡的恐惧。你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话音刚落，他彻底崩散成无数光点。我心里暗道：死了，这么牛逼的觉醒者死得这么唯美，我也撑不住了。掏出兜里的老古董诺基亚抱了个紧，两眼一黑，彻底晕死过去。但我没看到的是，漫天的蓝色光点并没有消散，而是像找到了新家一样，一股脑钻进了那部破旧的诺基亚里，再次睁眼是在充满消毒水味的病房。你终于醒了。耳边传来悦耳的女声，我吓得裹紧小被子。谁我可不是随便的人，不接受富婆快乐球。啪！枕边的诺基亚突然起飞，对着我脑门就是一记暴扣。混蛋！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废料？我捂着鼻子一看，差点惊掉下巴。老旧的黑白屏幕上竟然显现出一个 Q 版的暴怒萝莉。卧槽，手机成精了！成精你大爷！我是雪莉。屏幕里的 Q 版小人还在疯狂输出。我用了保密秘术把自己数据化，结果你这破房子里全是坏家电，这也就算了，
你为什么还在用这种老古董啊？没武技网，还是按键的。最离谱的是还欠费了。曾经高冷的冰霜女王，此刻因为我的贫穷彻底破防。就在这时，病房门被推开，一男一女走了进来，自称是官方组织苍穹的韩晓东和黄晓文。雪莉瞬间变回普通手机，安静躺尸。别紧张，我们是来感谢你的。韩晓东笑得很和善。昨晚2名野生觉醒者私斗，多亏你制止了他们。我刚想谦虚2句，对方直奔主题。我们检测到你有冰系异能，请问你的评级是？这可是关键，要是暴露出 S 级潜力，很容易惹祸上身。正犹豫间，床上的诺基亚突然震了一下，我借着关闹钟的动作瞄了一眼屏幕，上面只有2个字：装弱。懂了。我挠挠头，一脸憨厚。那个，我是1级，只会扔点小冰块。话音刚落，原本热情的那个叫黄晓文的女人，脸色瞬间垮了下来，嫌弃鄙夷不屑。切，我就说这种住廉租房的穷鬼，怎么可能觉醒高阶异能？她翻了的白眼，连装都懒得装了，浪费时间！这种1级废柴也好意思让我们跑一趟？当然，这2个官方人员做梦也想不到，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诺基亚里藏着一位正在虚弱期的顶级大佬，而昨晚那个不可一世的黑衣人，不过是个来捡漏的倒霉蛋罢了。月薪1万，临时编制，转正后5险1金。韩晓东抛出了橄榄枝，语气诱人。说实话，我心动了，这可是铁饭碗啊！对于我这种穷学生来说，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然而胸口的诺基亚疯狂震动，屏幕上只有冷冰冰的2个字：拒绝。我咬了咬牙，只能忍痛割爱。抱歉，我想专心考大学，暂时不加入组织。空气瞬间凝固，韩晓东眼里的热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，被一个1级废物拒绝，在他看来简直是不识抬举。行吧，他语气变得公事公办，甚至带了一丝警告。既然不加入，那就老实点，我不希望以后在监狱里抓你。旁边的黄晓文更是直接冷笑出声，哼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一个1级结冰异能，还想考异能学院？做梦去吧！2人甩下一句嘲讽，转身就走，连头都没回。直到脚步声消失，我瘫在病床上长叹一声，狗眼看人低。这就生气了。屏幕亮起雪莉变出的 Q 版小人，坐在秋千上荡来荡去，一脸戏谑，不至于狗咬我一口，我还能咬回去不成？我撇撇嘴，虽说心里不爽，但更好奇另一件事：女王大人为什么要我拒绝？那可是月薪1万啊！出息！雪莉翻了的白眼，恨铁不成钢。你是真不知道 S 级异能的含金量。加入官方是从底层做起，还得守一堆破规矩。等你以后从顶尖学院毕业，直接空降当他们领导不香吗？卧槽，直接当领导！我瞬间悟了，原来我的未来这么牛逼。正做着走上人生巅峰的美梦，诺基亚突然炸响铃声，接通一听，死党江明的咆哮差点震破我耳膜。老许，你死哪去了？觉醒仪式马上结束了。卧槽，我的报名费！烈日当空，一道身影在街道上狂飙，速度快的拉出残影，路边的老大爷茶杯都吓掉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属骆驼的，这么能跑？我也惊了，这就是觉醒者的身体素质，全力冲刺竟然连气都不喘，甚至因为冰系异能，身上连一滴汗都没有。喂，你能不能别把我塞裤兜里？胸前的诺基亚发出了抗议，那里味道很重啊，混蛋！那你想去哪？挂脖子上。为了保住我不堪重负的鼻梁，我只能在路边2元店斥巨资买了根挂绳。于是，一个帅气的少年胸前挂着个老掉牙的诺基亚，画面美得不敢看。女王大人，我不去不行啊，那可是我攒了3年的钱。我一边狂奔一边解释，雪莉却一脸不屑。切，这种强制觉醒，也就是骗骗你们这种小地方的人。真正的高手都是自主觉醒，靠机器刺激出来的，撑死也就是个 C 级，弄不好还能给人整成智障。听着这些闻所未闻的秘辛，我2眼放光。女王大人，您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神仙求带飞啊？滚！把你的脸拿远点！哼，毫无意外，我的鼻梁再次遭到了板砖的暴击。紧赶慢赶，终于在最后一刻冲到了体育馆门口，还没进去，一堵肉墙挡住了去路。哟，这不是许科吗？瓮声瓮气的嘲讽从头顶传来，我抬头看见了一张令人作呕的脸，王猛江城一中的校霸，专门欺软怕硬的人渣。以前我穷得叮当响，他榨不出油水也就罢，但今天……好小子，平时收保护费你哭穷，原来钱都存着搞觉醒呢。王猛狞笑着，像看一只待宰的羔羊。就你也配觉醒？听哥一句劝，去把钱退了给我，就当补交这3年的保护费了。无耻！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马上就毕业，各奔东西了，他竟然还能说出补交保护费这种话。我眯起眼睛，手掌下意识握紧。昨晚那具碎裂的冰雕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，杀了他！这个疯狂的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我强行压下。不行，官方刚警告过我，这时候动手就是找死。王某，你又在欺负同学！就在我犹豫之际，一道清脆的呵斥声响起，体育馆内走出一个女生，红衣似火，高马尾，腰悬长剑，英气逼人，是唐嫣。唐家大小姐早就自主觉醒的天才，也是王猛这种人渣的可惜。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王猛，见到唐嫣瞬间萎了半截。唐嫣，你少多管闲事！虽然嘴硬，但他身体却很诚实的往后缩了缩。我现在可是2阶蛮牛之力，真动起手来是吗？唐嫣冷笑，手按剑臂。那要不练练？王猛脸都绿了，跟 B 级异能天罡剑气练练，嫌命长吗？他眼珠一转，把矛头重新指向了我。小子，只会躲在女人后面算什么本事？
你不是也要觉醒吗？敢不敢觉醒后跟我单挑？激将法太低级了！唐嫣刚想开口帮我挡回去，我却突然笑了。我上前一步拦住了唐嫣，直视着王猛那张丑陋的脸。好啊，等我觉醒完，咱们好好玩玩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许科说了，觉醒后要跟我切磋。王猛一声大吼，满脸狰狞的笑意，那是猎人看着猎物落网的表情，周围瞬间炸锅。卧槽，这废物真敢答应！文哥为我，让他见识见识地级异能的含金量。在一片嘲讽声中，王猛侧身让路，我没理会这些噪音，径直走向主席台。既然不去强制觉醒了，那之前交的报名费得退回来，毕竟那是我的血汗钱啊！可在别人眼里，这却成了我急着去送死的铁证。许科，你给我站住！刚走没2步，衣服突然被人死死拽住，我脚下一个踉跄，回头一看，竟然又是班长唐嫣。班长松手，衣服很贵的，我无奈叹气，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真的很烦人。唐嫣却柳眉倒数，死活不撒手。你去强制觉醒就是赌命，老老实实当个普通人不好吗？非要去送死？我也想当普通人，但你也别拽我裤头啊，勒到蛋了喂！该死，他拽的是我裤腰上的松紧带，那种酸爽的剧痛让我瞬间冷汗直流，动都不敢动。哟，许大学霸这是怕了。阴阳怪气的声音再次响起，王猛带着一群跟班围了上来。没事，怕了就直说，从爷裤裆底下钻过去，再喊3声我是废物，这事儿就算翻篇。哄堂大笑再次爆发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出丑，等着看我跪地求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把拳头挥在他脸上的冲动。现在打没意思，等会儿用 S 级异能狠狠打脸，那才叫爽。班长，我不是去觉醒，我是去退费，能放手了吗？唐嫣一愣，手劲刚松，啪，松紧带狠狠弹回腰肉，发出一声脆响。趁着他脸红愣神的功夫，我转身就走，直奔主席台。老师，我要办退费。主席台上金丝眼镜男老师头都不抬，语气不耐烦。怎么现在才来？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。姓名、班级、觉醒等级。我平静开口，高3一班，许科 S 级异能，疾兵全杖。空气突然安静了1秒，呲啦，老师手中的笔尖狠狠划破了纸张。他猛地抬头，镜片后的眼睛里写满了荒谬和愤怒。S 级疾兵全杖，你知不知道谎报 S 级是什么性质？江城5年没出过 S 级了，就凭你。话音未落，身后的王猛笑得直不起腰。哈哈哈，笑死爹了 ！S 级，你怎么不说你是 SSS 级呢？许科，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？随便编个名字就想骗退费？周围的鄙夷目光像针一样扎过来，男老师脸色彻底阴沉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老实交代，再敢胡扯，别说退费，我还要给你处分。唐嫣在一旁急得直跺脚。许科，别逞强了，快说实话。这就是现实，有时候说实话比撒谎还要累。我不再解释，目光越过众人，死死锁定了场馆中央那台巨大的银色球体异能探测器。老师，我申请直接检测。我不容置疑地说道，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大步走向高台。哼，装，接着装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王猛双手抱胸，满脸等着看好戏的戏谑。男老师更是冷笑着擦了擦眼镜，准备欣赏我的丑态。站在探测器前，我缓缓抬起右手，心中默念：即兴演出，发动扮演目标雪莉 S 级异能疾兵权杖举放，手掌触碰银球的瞬间，轰！仿佛神明降临，一股恐怖到极致的疾兵之力毫无征兆地从球体中心炸裂，璀璨的蓝光瞬间吞没了一切，整个体育馆的温度呈断崖式暴跌。咔嚓咔嚓，冰霜以我为中心疯狂蔓延，墙壁、桌椅，甚至老师的眼镜片，眨眼间全部结冰。原本喧闹的体育馆瞬间死寂，那些张着嘴嘲笑的学生，此刻表情全部冻结在脸上。王猛那不可一世的笑容僵住，双腿不受控制的疯狂打摆子。而那个势利眼的男老师，此刻看着我的眼神温柔的像是在看亲爹。就在楼下炸裂的同时，3楼贵宾厅，王校长正卑微的给一位高挑美女赔笑脸。于小姐，您看在母校的份上，能不能……王校长，于婉如一脸嫌弃的打断他，看着手中的空白表格直摇头。不是我不帮，是你们学校太差了，连个像样的 B 级都没有。学院又不是垃圾回收站，没有天才，我也很难办。话音未落，一股刺骨的寒意猛地穿透了地板。不对，这不是 B 级。刚才还一脸嫌弃的于婉如，此刻整张脸都贴在了玻璃上，眼神狂热的像是看见了绝世珍宝。寒气逼人，6月飞雪，这是天地异象，绝对是 S 级异能觉醒的征兆。他彻底失态了，抓着王校长的胳膊大喊：这个学生我要了，京北大学直接保送，谁也别跟我抢。王校长腰杆瞬间挺直，心里那个爽啊！刚才你对我爱答不理，现在轮到我让你高攀不起。而此时的主席台上，我仰头看着漫天飘雪，背影孤傲，仿佛一位蔑视凡尘的帝王。实际上我心里慌的一批，完了完了，女王大人，这大圆球被我冻上了，这玩意儿看着就很贵，该不会让我赔吧？钱没退成还得倒贴。怀里的诺基亚传来雪莉恨铁不成钢的声音：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现在是 S 级，S 级懂吗？全世界都要巴结你，谁敢让你赔钱？听到不用赔钱，我紧绷的神经瞬间放松。可这一松气，出事了！体内那股不受控制的灰色气息，代表小丑的力量，悄悄钻进了探测球。下一秒，那道诡异的笑声响彻全场。嘿嘿嘿，艺术就是爆炸！轰！巨响震耳欲聋，银色圆球瞬间炸裂，无数碎片裹挟着冰晶四散飞溅。妈呀，炸了！救命啊！
有凶兽袭击！台下一片鬼哭狼嚎，所有人都抱头鼠窜，只有唐嫣不顾危险冲了过来，却被风雪中我那道孤傲的身影震慑在原地。其实我是在跟雪莉哀嚎，坏了，这次真炸了，不仅要赔钱，搞不好还得坐牢啊！作弊，这绝对是作弊！一道刺耳的吼声划破了混乱，王猛跳了出来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我就说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觉醒 S 级？大家看到了吗？他为了掩盖真相，故意炸毁了机器。从来没有异能会撑爆机器，还发出怪笑的。许科，你为了进4大学院，竟然敢用违禁手段！”这一嗓子瞬间点醒了那群嫉妒心爆棚的学生。对啊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肯定是假的，为了不露馅才搞破坏。猛哥威武，打假先锋，揭穿这个骗子。这就是人性，他们宁愿相信我是个卑劣的骗子，也不愿承认那个曾经不如他们的人，如今已经高不可攀。唐嫣气得浑身发抖，想帮我辩解，可机器都炸成灰了，死无对证。那个金丝眼镜老师也犹豫了，毕竟这种爆炸实在太反常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彻底冷了下来。既然你们想要证据，那我就给你们证据。老师，我无视了王猛的叫嚣，平静地看向男老师。根据觉醒者条例第173条，若以挑战方式正面击败一名觉醒者，可直接认定其实力。这条规定现在还有效吗？男老师一愣，查了查手机，点了点头，有效。很好，我转过身，目光如刀直指王猛。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切磋吗？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这个地级异能到底有几斤几两。你想跟我打？王猛愣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，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好的很。本来想放你一马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老子成全你。轰！2阶觉醒者的气息瞬间爆发，王猛一跃跳上擂台，满脸狰狞。许科，我会让你知道，废物永远是废物。台下的唐嫣急疯了，老师，这不公平，许科才刚觉醒，王猛已经是2阶了。老师却摇了摇头，双方自愿，符合规定。擂台上我负手而立，云淡风轻。实际上我正疯狂敲着胸口的诺基亚。女王大人，救命啊！逼都装出去了，但我还是个菜鸟啊！这货看着有点猛，我该怎么打？屏幕上，雪莉无奈的扶额，忘了你是个实战废柴了。听着 S 级异能的强度在于等阶，但高度在于理解。把你脑子里的杂念清空，把它当成那天晚上的杀手。疾兵权杖的2阶技能冰晶爆，用法就在你的本能里。本能？我看着对面狞笑着冲过来的王猛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就像第一次学骑自行车，没人扶的那一刻，要么摔死，要么起飞。这种感觉就像骑自行车，只有亲自坐上去溜2圈，才能学会怎么保持平衡。而对面的王猛显然没那个耐心看我学车。嘀嘀咕咕什么呢？给我死来！王猛一声暴喝，整个人如同发疯的公牛，裹挟着红芒悍然冲出。地级超人系异能蛮牛之力，这一系觉醒者可是出了名的肉盾，低阶法师还在搓火球时，他们就能跟凶兽肉搏了。绝招野蛮冲撞。看着那辆人形坦克呼啸而来，我没动，只是在雪莉的咆哮声中，悄悄用疾兵之力把自己脚下的地面变得无比光滑。下一秒画风突变，气势汹汹的王猛刚冲到我面前，脚下一滑，平衡瞬间崩塌，轰隆，健硕的身躯重重砸在地上，直接砸出了一个人形大坑。而我只是轻飘飘的侧身一闪，连一脚都没脏，全场死寂，随即一片哗然。卧槽，发生了什么？许科怎么躲开的？我看都没看清，王猛就跪了。就连诺基亚里的雪莉都被震中了。好恐怖的战斗直觉，这小子难道是个天才？天才不，我是个挂壁。就在刚才那一瞬，脑海中的小丑突然弹窗，即兴演出条件达成，检测到可扮演能量，地级异能蛮牛之力，鬼牌梅花 Q 已生成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送上门的肉盾技能，不要白不要。我心念一动，一张背面印着诡异笑脸的扑克牌凭空浮现，瞬间没入体内。刹那间，一股狂暴的力量充斥全身，肌肉仿佛要在下一秒撑爆校服。这就是超人系的感觉吗？爽！卑鄙，你个懦弱的废物！大坑里，王猛满脸是血的爬了起来，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涌而出。敢不敢别像个小丑一样躲躲藏藏，有种跟我像个男人一样硬碰硬。台下的学生也跟着起哄，就是靠运气算什么本事 ？S 级异能就只会躲吗？听到这话我没忍住，噗嗤笑出了声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小丑。我活动了一下充满了爆炸性力量的手腕，眼神玩味。既然你想硬碰硬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找死！王猛狞笑一声，再次发动野蛮冲撞，这一次威势比刚才更猛，连地面的冰晶都被劲风卷得粉碎。许科，你疯了，快跑啊！雪莉急疯了，你是法师，法师就要风筝他。谁让你跟狂战士肉搏的？于婉如也失望地摇了摇头，战斗意识太差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所有人都以为我被吓傻了。然而就在王猛冲到面前的那一刻，我动了，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，我也猛地踏步冲出，化作一道残影。轰！2道身影如同2列失控的火车，在主席台中央狠狠对撞，时间仿佛凝固了1秒。紧接着骨骼碎裂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，咔嚓！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，王猛的双臂瞬间扭曲成诡异的弧度，整个人像个破麻袋一样倒飞而出，噗！鲜血狂喷，王猛重重摔下擂台，在那凄厉的惨叫声中，像条死狗一样疯狂抽搐，一招秒杀，而且是用对方最引以为傲的力量正面碾压。这一刻，整个体育馆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怪物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冰系吗？
为什么肉身这么变态？人群中突然有人惊恐的大喊：“双系，他一定是双系觉醒者！”天哪 ，S 级冰系加上超人系肉身，这是什么神仙配置？楼上的于婉如更是扼腕叹息，竟然是万中无一的双系，可惜了，精力分散，上限反而低了。他只看到了弊端，却不知道我根本不需要修炼。你，雪莉那张精致的小脸紧贴着屏幕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你个变态，什么时候又觉醒了一个系？面对众人的震撼和雪莉的质问，我挠了挠头，露出一个憨厚的人畜无害笑容。那个女王大人，我刚才被吓到了，一用力就觉醒了，这不犯法吧？不会被人抓去切片研究吧？双系觉醒者，这不过是我为了掩饰小丑牌特意抛出的烟雾弹。毕竟以后肯定还要借用别的异能，与其每次都被当成怪物，不如直接给自己立个天才的人设。诺基亚里，雪莉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算你小子走运，有本女王亲自指导，双系才不会拖累你，反而能让你更强。我也懒得解释，只要这姑奶奶信了就行。一跃跳下擂台，我走到还在抽搐的王猛身边，居高临下，服吗？王猛缩了缩脖子，虽然眼神不甘，却再也不敢嘴硬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爽朗的笑声打破了僵局。好，王校长笑得脸上的褶子都挤在了一起，仿佛捡到了金元宝。徐克，你可是咱们一中的大功臣，这是学校给你的奖励，拿着。一张轻飘飘的支票塞进我手里，我低头一瞥，瞳孔瞬间地震，20万，整整20万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我差点当场喊他亲爹。来，给你介绍一下。王校长收起笑容，指着身边那个高傲的女人，这是京北艺能学院的天骄，你的学姐于婉如。我抬头看去，这女人长得不错，可那眼神就像在菜市场挑猪肉，上上下下把我也刮了一遍，充满了侵略性。去办公室谈吧，我对你有点兴趣。校长办公室内，王校长泡好茶就很识趣的退了出去，顺手带上了门，没了外人。于婉如的气场瞬间全开，靠在沙发上，一副施舍的口吻。本来凭你的 S 级异能，京北可以直接保送，但是他话锋一转，眉头微皱。双系意味着精力分散，上限不高。所以我代表京北给你加个考核。他抿了一口茶，似乎很嫌弃这茶叶的档次。全省前10保送免学费，前50保送但自费。要是没进前50，打住！我突然出声打断了他的喋喋不休。于婉如愣住了，似乎没料到我也敢插嘴。我挠了挠头，一脸无辜。那个于学姐，我好像还没说要去京北吧？你怎么就开始替我做决定？空气瞬间凝固，于婉如眯起好看的眸子，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京北可是4大学院之首，只有我们挑人。从来没有学生敢拒绝我们，给你机会是你的荣幸，别以为有点天赋就能耍脾气。面对他的施压，我笑了，笑得云淡风轻，却字字诛心。学姐，择校是双向的，京北的条件我听到了，但这只是参考之一。我身体前倾，直视他的双眼。至于这份荣幸，还是等我拿下省状元，听完魔都、汉东、西海另外3家的报价后再做决定吧。毕竟良禽择木而栖，你说对吗？啪！于婉如手中的茶杯重重拍在桌上，茶水四溅。好一个良禽择木而栖！你在蔑视京北。他气急反笑，指着我的鼻子，你会后悔的，到时候别跪着求我们收你。后悔？我端起面前滚烫的茶水，一仰头直接一饮而尽，任由沸水滚过喉咙。我面不改色放下茶杯，转身推门而出。放心，我这人命硬，膝盖更硬，跪不下去。走出校门已是黄昏，王校长追了出来。虽然惋惜我没当场答应京北，但还是塞给我10万块作为备战资金，并承诺帮我隐瞒 S 级异能的消息，当做底牌。我也乐得清闲，拿着钱美滋滋的往家走。哟，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挺有骨气。胸前的诺基亚里，雪莉难得夸了一句：面对京北的诱惑都能拒绝，我还以为你会跟那女人跑了呢。切，我有病啊！我翻了个白眼，理直气壮地拍了拍口袋。你看他那个拽样，不进前10就不免学费，那可是异能大学，学费死贵死贵的。我不选个能白嫖全部资源，还要倒贴我钱的学校，我傻啊！你就这点出息？你可是 S 级异能者啊！喂，看打！雪莉一声怒吼，我下意识捂住鼻梁，做好了剧痛的准备。可预想中的重击并没有到来。悄悄睁眼，只见刚才还张牙舞爪的诺基亚，此刻屏幕漆黑，安安静静地挂在我脖子上，死机了。与此同时，地下堡垒深处昏暗的烛火摇曳，白色兜帽男推开沉重的金属大门，单膝跪地。会长，那个冰公主应该和凶手同归于尽了，但线索指向一个叫许科的高中生。王座之上，一道沙哑的声音如毒蛇吐信：蠢货，自己没那么容易死。既然夜网没封，说明他还活着。一根断指被扔到兜帽男面前，上面刺着一行青黑色的英文：血色兄弟会。拿着我的令旨，带上兄弟们去复仇，把场子找回来。遵命。短促的开机音响起，诺基亚屏幕亮起，雪莉迷迷糊糊地睁开 Q 版大眼，声音软糯：好胀啊，感觉有什么东西进来了。
他刚想伸个懒腰，视线一下移，顿时瞳孔地震。只见一根黑粗的充电线正死死插在他的机体里。变态，给我去死啊！手机像炮弹一样冲出，精准砸中我的鼻梁。卧槽，断了！我惨叫一声，连人带椅摔在地上。雪莉还不解气，手机本体脱离数据线，自由落体趴地，一声砸在我脸上，完美补刀。少晴，哎呀，我也没想到数据化身体还要充电嘛。雪莉躲在屏幕后，脸红得像个苹果。算我错怪你了，回头教你几招厉害的补偿你。我揉着红肿的鼻子，一脸悲愤，仅此一次，以后不许对我动手动脚。行，反正你家都炸没了，今晚住哪？这一问反而提醒了我，对啊，家没了，我不禁反省，猛地一拍大腿，哈哈，家没了就不用交房租了，咱们去个更爽的地方。5星级酒店。庸俗，当然是网吧啊！我两眼放光，包夜、泡面、快乐水，还有比这更安全、更快乐的地方吗？咱们还能联机？雪莉绝望地捂住脸。S 级异能者去住网吧，你真是个无可救药的死宅。便利店内，我不理会雪莉的吐槽，疯狂扫荡货架，牙刷、毛巾、耳塞。既然常驻网吧，装备必须齐全，最重要的必须整瓶红牛踢神。我伸手抓向冰柜里最后一瓶红牛，就在指尖触碰罐体的瞬间，另一只鲜白的手也伸了过来。我抬头一看，愣住了，墨发如瀑布白胜雪，那双罕见的棕色眼眸明亮又沉静，正有些错愕地看着我。啊，你也想要？这是最后一瓶了。少女声音清脆落落大方，我挠了挠头，虽然心里滴血，但还是侧身让开。没事，你拿吧，我等补货。谢谢。少女歉意一笑，擦肩而过的瞬间，一股淡淡的幽香钻进鼻孔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刚走出店门，身后就传来少女懊恼的声音：缺德地图，为您导航，右转。苏小西看着手机屏幕，一脸茫然。明明是按导航走的呀。你好。她快步追上我，眼神期盼。请问你知道这个地址怎么走吗？我方向感不太好。我看了一眼地址，再看看她手里的红牛，心中一动，路我熟，但这送人吗？这瓶红牛，请你喝。少女立刻双手奉上，成交。既然有美少女相伴，还能白嫖饮料，我当即接过红牛，充当起了护花使者。一路上闲聊才知道她叫苏小西，竟然也是来参加舞考的。为了帮表姐组队，特意换了考区，我不禁多看了她一眼，能随意更换考区，这背景绝对不简单。两人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座中式古宅前，朱红大门，高墙深院，光是那个院子就比我炸掉的家大10倍。我仰头看着这座豪宅，忍不住咽了口唾沫。到了，你亲戚家真有钱啊！要是哪天我也能住上这种大房子，做梦都能笑醒。终于到了。苏小西松了口气，转身对我甜甜一笑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作为回报，我让司机送你去网吧吧。就在这时，古宅大门吱呀一声开了。大小姐，您终于回来了。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迎了出来，然而下一秒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神色骤变。苏小西根本不给那个管家反应的时间，拉着许科直接敲响了紧闭的大门。门开了，唐嫣笑容满面的迎出来，可看清门口那对奇怪的组合后，笑容瞬间凝固。许科，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？苏小西吐了吐舌头。表姐，我又迷路了，是他送我来的。三人面面相觑，气氛一度十分尴尬。许科挠了挠头，班长好巧啊，原来这就是你家，真大啊！当听说许科因为家没了，打算去网吧包夜凑合一宿时，唐嫣的眉头瞬间拧成了死结。住网吧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怎么休息？他一把拉住许科的胳膊，语气不容置疑。马上就要舞考了，你是咱们一中的希望，必须保持最好的状态。住我家，我这里有专业的理疗师和营养师，正好我的小队也在特训。大家还能交流一下。许科刚想拒绝，毕竟住在女同学家实在说不过去。这是班长的命令，为了学校的荣誉，请你配合。唐嫣柳眉一竖，直接搬出了官架子。许科心里一暖，他不是不知好歹的人。S 级异能虽强，但如果不经过系统训练，在全省高手面前还真不够看。行，那就麻烦班长了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穿过蜿蜒的游廊，许科再一次被贫富差距狠狠暴击。光是这条走廊就比他以前住的整条街都长，庭院里假山流水，简直是皇宫。妍妍，这位是……迎面走来两个少年，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许科。唐嫣立刻介绍道：“这是我同学许科，2阶冰系异能者。”紧接着他指向身边的苏小西，语气中带着一丝骄傲：“这是苏小西，3阶 S 级异能神恩天佑的持有者。”我们的最后一位队友。不得不说，唐嫣心思缜密，她故意隐瞒了许科的真实等级，却高调亮出了苏小西的 S 级底牌。果然，那两个少年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卧槽，4级光系奶妈！那个长相斯文的富二代惊呼出声，就连许科也忍不住冲苏小西竖起大拇指，藏得够深了，原来是大腿。苏小西露出2颗小虎牙，笑得一脸灿烂。西西，那是当然。唐嫣笑着安抚队友，西西已经被京北保送了，来这儿就当是陪练。咱们这次的目标可是全省前100。简单的寒暄后，唐嫣接过许科的行李，走，我带你去房间休息。看着唐嫣对许科如此殷勤，甚至要亲自送上楼，那个身材高瘦的男生眼神瞬间阴沉下来。他叫刘可，唐嫣的青梅竹马，3阶 C 级风系异能者，一直把唐嫣视为净土。老四，刘可碰了碰身边的富二代，压低声音：“晚上想不想找点乐子？给这个新来的小子松松骨。”名叫思维的富二代推了推眼镜，礼貌的拒绝：“我就算了，我的异能见血封喉，容易出事。
还是你自己玩吧。也是一个2阶的兵系而已。刘可看着许科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。客房内，许科一个飞扑，把自己埋进柔软的大床里，爽啊！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吗？连马桶都是香的。手机屏幕亮起，雪莉恨铁不成钢的飘了出来。出息！现在第一梯队全是3阶，你再不修炼，等着被那个于婉如踩在脚下吗？一提到于婉如，许科瞬间弹射起步，一把抓住手机。女王大人，快把绝世秘籍交出来！雪莉挣脱魔爪，反手又给了他一记头锤，这才正色道：听好了，异能就像杯子里的水，他控制着一个水杯悬浮在空中，放技能就是倒水，睡觉就是慢慢加水，效率太低；而修炼功法就是给你装个水龙头。啪的一声，水杯被他操控的砸碎在洗手池里。当水流冲破杯子，容器就会变大，这就是进阶。许科听得连连点头，这理论简单粗暴。我的功法算 A 级，比你们学校发的垃圾强100倍。雪莉的声音充满诱惑。闭眼，跟着我的引导走，只要10次，我就能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开挂。许科一言闭眼，下一秒他猛地睁开眼，一脸狂喜。卧槽，真的，我感觉体内的能量在暴涨。成了！许科猛地睁开眼，兴奋的大叫。飘在空中的雪莉刚想嘲讽，下一秒整个人直接傻在半空。这就满了。他原本的预估是10次，结果许科只用了1秒。如果说普通人的天赋是水杯，那许科就是个没有底的大水缸。这种恐怖的吞吐量简直是怪物。为了不让这小子尾巴翘上天，雪莉强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，故作淡定的轻咳一声：咳，也就马马虎虎吧。这功法叫冰皇功，你凑合练。被打击到的许科撇撇嘴，关灯睡觉。然而就在夜深人静之时，咔嗒，门锁被一把冰冷的匕首悄然挑开，一道黑影闪身入内，手中的利刃在月光下泛着寒芒。来人正是刘可，他盯着床上隆起的被子，眼中满是嫉妒与狠戾。一个住廉租房的穷鬼，也配住在嫣嫣家？他虽然没打算杀人，但必须给这个情敌一点血的教训，让他滚出唐家。刘可一步跨上床榻，骑在被子上，手中的匕首狠狠刺下。给我去死！噗！这一刀并没有入肉的闷响，反而像是扎在了一块坚硬的石头上。咯啦清脆的碎裂声响起，借着微光，刘可惊恐地发现被他骑在身下的根本不是许科，而是一尊面无表情的寒冰雕塑。中计了！一股凉气瞬间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他刚想起身逃离，身后却传来一道戏谑的声音：大晚上的找我？刘可猛地回头，只见许科靠在墙角，双手抱臂，正如看死人一般看着他。混蛋，你敢耍我！羞恼成怒的刘可低吼一声，风系异能爆发，持刀反扑向许科面门。许科连眼皮都没抬，对着床上的冰雕虚空一握，爆轰！冰雕瞬间炸裂，无数冰凌如弹片般横扫而出。刘可根本来不及躲避，只能护住头脸，整个人被炸得血肉模糊，重重摔在地上。但这还没完，许科一步跨出，蛮牛之力发动，一只大手如同铁钳般按住刘可的脑袋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砰！地板崩塌，碎石飞溅。许科按着刘可的脑袋，直接砸穿了2楼楼板，两人轰然坠入1楼客厅。巨大的动静瞬间惊醒了唐家所有人。唐嫣提着剑冲下楼，看到眼前的惨状，手中的剑咣当一声掉在地上。只见刘可满脸是血的昏死在碎石堆里，而许科正若无其事地拍着身上的灰尘。许科，你疯了吗？唐嫣冲过来检查刘可的伤势，转头对着许科怒目而视。这是在唐家，他是我的队友，也是我的发小，你怎么能下这种死手？许科皱了皱眉，指着地上的匕首：班长是他半夜持刀潜入我的房间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正当防卫？唐嫣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只剩半口气的刘可。他就算有错，也不过是想吓唬你一下，或者是恶作剧。你毫发无伤，却把他打成重伤啊！马上就要5考了，你这样会毁了他一辈子的。许科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怎么这么冷血？这一连串的指责像连珠炮一样砸向许科。一旁的苏小西急得直跺脚。表姐，明明是刘可先动的手。你闭嘴！唐嫣正在气头上，根本听不进解释。许科看着眼前这位正义感爆棚的班长，眼底最后的一丝温度彻底消失。这就是富家小姐的逻辑吗？杀人者情有可原，自卫者反倒是冷血无情。行，是我冷血，是我不懂事。许科懒得争辩，直接转身提起早就打包好的行李。既然班长觉得我是个危险分子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入夜色，留下一脸错愕的唐嫣。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，许科非但没有沮丧，反而觉得浑身轻松。这就走了，免费的大别墅不住了。手机里雪莉幸灾乐祸地调侃道。许科双手插兜，看着路边闪烁的霓虹灯，那个唐嫣人不错，就是太圣母了。跟这种人在一起，迟早被他那泛滥的同情心害死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还是网吧包夜更适合我。切，借口找得挺溜。雪莉翻了个白眼。不过也好，只有在野外，狼才能练出獠牙。许科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前方一家破旧的网吧招牌上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老板，开台机子，通宵，这钱花的真肉疼啊！许科看着手机余额的大鸭蛋，心都在滴血。30万，整整30万，短短几天就在特训中烧了个精光。但当他握紧双拳，感受着体内奔涌的澎湃力量时，那点心疼瞬间烟消云散。3阶短短数日，他竟从刚觉醒的菜鸟硬生生砸钱，砸到了3阶初期。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诺基亚里，雪莉慵懒的声音传来。虽然你穷得连裤衩都不剩了，但看看新技能，绝对物超所值。
许科意念一动，属性面板瞬间展开 ，SSS 级异能小丑下方赫然多出了一个新技能即兴表演，只要对目标的异能有足够认知，就能完美复制，简直是 bug 级神技。许科兴奋的想要尝试复制前几天刘可的锋刃，却发现根本无法发动，失败了。他眉头紧锁，很快便明悟了关键。那晚刘可被秒得太快，自己根本没看清风系异能的运作原理，看来光看是不够的，还得懂行。许科若有所思，眼神逐渐锐利，想要复制全天下的异能，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时间不等人，许科寄存好行李，只揣着那部大爷吉诺基亚，只身前往人民广场。此刻的广场早已人山人海，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富家子弟，还有拉着父母哭哭啼啼的巨婴，唯独许科双手插兜，一身休闲装显得格格不入。雪莉，我这空着手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草率，那是强者的松弛感。雪莉不屑的嘲讽，只有弱鸡才靠装备堆属性。正当许科在心里和手机斗嘴时，一声清脆的呼喊刺破喧嚣。苏小西像只欢快的小麻雀，挥着手冲他大喊，唰！一瞬间，无数道充满了嫉妒和杀气的目光，如同利箭般射向许科。那穷酸小子是谁？凭什么美女都找他？长得也就比我帅那么一点点。许科顶着众人的仇恨值走过去，脚步却微微一顿。苏小西身后不仅站着那天那个叫思南的男生，还有神色复杂的唐嫣，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。唐嫣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触及许科那平静如水的目光，到了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咽了回去。那天的不欢而散像一根刺卡在两人中间。许兄几日不见，气息更强了啊！思南倒是圆滑，主动打破尴尬。你的兵系异能让我印象深刻，考场上若是遇上，还请手下留情。许科微微颔首，刚想客套两句，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更为猛烈的骚动。卧槽，那是紫阳中学的云飞，还有夏阳，那个暴力女魔头也来了。完了完了，这帮变态怎么来咱们考区了？这还考个屁呀！哀嚎声此起彼伏，许科顺着众人的视线望去，只见一男一女阔步走来，气场强得令人窒息。男的背负长枪剑眉星目，宛如古言里走出的少年侠客；女的穿着火辣的运动背心，露出紧致的马甲线，眼神狂傲，仿佛在看一群待宰的羔羊。紫阳中学，许科眯起眼，很厉害吗？何止是厉害！一直沉默的唐嫣突然开口，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。那是全省最顶尖的私立高中，每年的省状元基本都被他们垄断。苏小西也在一旁小声补充，脸色发白。他们这是来炸鱼的，为了确保高分，特意来我们这种普通考区捏菜。炸鱼！许科看着那两个不可一世的身影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叫夏阳的火辣女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猛地转过头，充满野性的目光穿过人群，精准地锁定了许科。对不起，那天是我过分了。唐嫣的道歉来得猝不及防，许科一愣，看着面前这个眼神真诚、身高竟和自己持平的校花，心里的那点芥蒂瞬间烟消云散。班长，我早忘了。许科摆摆手，视线却越过唐嫣，落在那个缩头缩脑的身影上，笑得意味深长。倒是刘可同学伤养好了没？别逞强啊！刘可浑身一抖，像只受惊的鹌鹑，连头都不敢回。引擎轰鸣，大巴启动，车窗外父母们的哭喊声被狠狠抛在脑后。这一去对某些家庭来说，或许就是永别。车厢内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。听好了，今年的规则改了。监考老师苏叶雨突然起身，手里的一纸公文仿佛催命符。没有游乐园了，考场就在30公里外的新生界域，3阶原始界域，未经探索，凶兽成群，击杀核心奖励1000分。但我要提醒你们，苏叶雨的声音冷得像冰，那是会死人的。全场死寂，几秒后干呕声、啜泣声响成一片。实战界域，那就是把一群温室花朵直接扔进绞肉机，怕死的，现在可以申请退出了。苏叶雨冷眼看着这群瑟瑟发抖的学生，嘴角挂着一丝讥讽。就在所有人都犹豫不决时，许科胸前的手机震了一下。雪莉，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支持你。简简单单的一行字，却像是一剂强心针。许科深吸一口气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赫然站起。哗！全车人的目光瞬间聚焦。唐嫣瞪大眼睛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苏小西眼里的光瞬间熄灭，全是失望。刘可和夏阳等人则是满脸幸灾乐祸，仿佛在看一个临阵脱逃的小丑。这就怕了，果然是个废物。嘲讽的视线如潮水般涌来。然而下一秒，许科并没有走向车门，而是缓缓抬起右手，对着那个威严的监考老师比出了一个充满了国际友好问候的中指。老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像傻缺？这也太好骗了吧！空气凝固了，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出现了幻听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骂监考老师。你是在骂我？苏叶雨脸色铁青，指尖微颤。对啊，许科淡定的点头，声音清亮。我就是在骂你傻缺。吱嘎，司机一脚急刹，差点把全车人甩飞。一股恐怖的杀意瞬间爆发。苏叶雨身后一道漆黑的鬼影凭空浮现，巨大的镰刀似乎下一秒就要收割人头。你想死，我可以成全你。车厢内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，胆小的学生已经被吓瘫在座位上。许科，快道歉啊！唐嫣急得都要哭了，拼命想把许科按下去。我不道歉。许科一把推开唐嫣，迎着那恐怖的杀意，一字一顿的重复：我说你演得太烂了，骗小孩有意思吗？长官，轰！漫天杀意瞬间消散，原本暴怒的苏叶雨脸上的狰狞面具像是被风吹散，瞬间换上了一副玩味的笑容。
这就穿帮了。他摸出一根老式旱烟，指尖腾起一抹黑火点燃，眼神里全是欣赏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说得好，我保送你去4大学院指挥系。全车人彻底傻眼。剧情反转太快，他们的脑子根本跟不上，真的是演戏。许克耸耸肩，脸上的狂傲瞬间切换成憨厚老实的笑容。其实吧，我刚才是诈你的，可呵。不过既然你要听分析，那我就献丑了。许克竖起一根手指，眼底闪过一丝睿智的光芒。第一，逻辑根本不通。根据大厦界域管理法，市区30公里内出现界域，那是红色1级警报，必须第一时间由军队镇压，怎么可能留给我们这群菜鸟当考场？除非那个制定计划的人脑子里有坑。如果你还要狡辩，那就听听这第3点。许克嘴角上扬，眼神突然变得犀利无比，直指苏夜雨：“老师，你是个老色批吧？上车以后，你一共偷看了苏小溪21次，全场死记，这是能说的吗？”许克却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机会，语速飞快，逻辑如刀。更重要的是，苏小溪跟你对视了18次，眼神毫无惧色，这说明你们认识。他是 S 级异能者，更是保送京北的天才，学校会让他去送死，除非校长脑子进水了。综上所述，许克双手一摊，笑得极为灿烂。我说你是傻缺，有问题吗？卧槽！苏夜雨眨巴着眼睛，愣是半天没憋出一句话。这小子的观察力简直离谱。原本凝固的气氛瞬间崩塌，苏夜雨不仅没生气，反而掐灭了手中的黑壶，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。哈哈哈哈！好，骂得好！你是第一个骂我傻缺，我还不想揍你的人。苏夜雨一步跨出，盯着许科，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小子，刚才说推荐你去4大学院，我反悔了。我觉得军方总参谋部更适合你。轰！这句话就像一颗核弹，在这个狭窄的车厢里轰然引爆。所有考生的脑瓜子瞬间嗡嗡作响，嫉妒的眼珠子都要红了。总参谋部那是大夏真正的权力中枢，是对抗界域的最强大脑。4大学院的毕业生挤破头都不一定进得去，现在苏夜雨竟然要把还没高考的许科送进去，这是什么泼天富贵？就在所有人以为许科会感激涕零的跪下谢恩时，许科却只是瞥了一眼震动的手机，淡淡开口：“谢了老师，不过我这人比较轴，喜欢靠自清。”拒绝了，他竟然拒绝了一步登天的机会。苏夜雨愣了一瞬，随即笑声更加爽朗：“有种，我就喜欢你这股狂劲儿！记住，你早晚是我们军方的人。”闹剧落幕，大巴抵达考场。真实的规则残酷而简单：1阶外围，2阶中心，3阶核心。想要高分，拿命去核心区拼。戴好手环，这是你们的保命符，也是计分器。手环一碎，成绩归0。随着教育局领导一声令下，上千名考生如潮水般涌入那黑色的漩涡入口。苏夜雨靠在车边吐出一口烟圈，看向身旁的京北招生办老师于婉如：“听说前几天有个狂得没边的小子拒绝了你们京北。”于婉如脸色难看，咬牙道：“是许科双系觉醒，但性格太傲，上限不高，我们不稀罕。”好，不稀罕。苏夜雨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，指了指许科消失的背影：“就在刚才，这小子连总参的邀请都拒了，你们京北算个屁啊！”于婉如娇躯一震，满脸骇然，心中那点优越感瞬间粉碎成渣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异变突生，一道人影突然脱离监考队伍，如疯狗般冲向界域入口，手里攥着一块金黄色的石头，狠狠砸进漩涡之中。轰！金光炸裂，空间震荡，整个界域入口瞬间变得极其不稳定。找死！苏夜雨反应快到极致，身后那尊恐怖的黑色骷髅瞬间尸体化，漆黑的镰刀带着死亡的气息，一刀斩下。那个发狂的监考老师还没来得及撤退，就被苏夜雨死死扼住喉咙，按在地上，恐怖的威压横扫全场。苏夜雨眼神冰寒如玉，说：“谁派你来的？”“为了兄弟。”随着一声癫狂的嘶吼，那人体内的能量瞬间紊乱到了极致。不好！苏夜雨瞳孔骤缩，右手如闪电般探出，直接掏烂了对方的腹部。一直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血色断指赫然在目，但一切都晚了。轰！血肉炸弹当场引爆，漫天血雾伴随着冲击波横扫全场，将周围的人群瞬间掀翻。唯有苏夜雨屹立在血泊之中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。24小时，入口乱流至少需要24小时才能平息。这帮疯子是经过精密计算的。苏夜雨狠狠地把手中的残肢甩在地上，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慌。小心！你千万别出事！与此同时，界域之内原始丛林危机四伏。许科站在原地，淡定地扫了一眼手环，实时排名第9528名，得分0。看着排行榜上那些不断跳动的数字，许科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还在发呆。小心头顶！口袋里的雪莉突然尖叫示警，嘶！一道墨绿色的毒影从树冠爆射而下，一阶凶兽闭眼三花手。这是无数新手的噩梦，速度快若闪电，毒牙直逼许科的咽喉。然而许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就在毒牙即将触碰皮肤的瞬间，咔嚓！一道冰蓝色的寒芒凭空乍现，那条蛇甚至没来得及闭嘴，脑袋就被一根冰刺死死钉在了地上，瞬杀，连血都没流出来，就被寒霜彻底冻结。分数正1，许科挠了挠头，嘴角勾起一抹坏笑。钓鱼执法成功，这哪里是懵懂的高中生，这分明就是披着羊皮的狼。有了雪莉这个外挂导航，许科不再浪费时间，既然要拿分，那就去分最高的地方，目标锁定界域核心，几公里外小溪边。太棒了，排名冲到280了。唐嫣收剑入鞘，看着手环兴奋大喊。就在刚刚，他们小队配合默契，毫无损伤地团灭了一窝2阶凶兽。
多亏了小西，4级辅助太强了。队员刘可激动地转过身，正想夸赞两句，噗呲，利刃入肉的声音突兀地响起，一节带血的刀尖毫无征兆地从刘可的胸膛透体而出，热血喷洒染红了苏小西洁白的衣角。刘可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，身体僵硬地倒下，死不瞑目。而在他身后，那个朝夕相处的队友思维正握着滴血的尖刀，笑得一脸狰狞。背叛，在这危机四伏的界域里，最致命的永远不是凶手，而是人心。为什么？唐嫣浑身颤抖，将苏小西死死护在身后。因为你们太天真。思维眼神狠厉，单手猛地一抓，异能鲜血掌控，10几只2阶凶兽的尸体，加上刘可滚烫的热血，瞬间化作无数条猩红的丝线，封锁了所有退路。咻咻咻，红线收缩，周围3人合抱的大树瞬间被拦腰截断。这就是思维的底牌，献祭生命换来的绝杀之阵。给我死！眼看那锋利的血线就要将2个女孩切成碎块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嗡！苏小西脸色惨白，拼尽全力撑开一道明黄色的光罩，滋滋滋，血线与光罩剧烈摩擦，发出令人牙酸的碎裂声。S 级辅助虽然强，但在蓄谋已久的杀招面前，那层光罩裂开了，所提供的血量已经足够那个疯子随意挥霍。不可能赢了。唐嫣心中的绝望一闪而过，眼神瞬间变得决绝。既然赢不了，那就拼死换一条生路。咔嚓，明黄色的光罩仅仅支撑了几息，便轰然炸碎。就在这一瞬，剑技。鉴定中原，唐嫣手中的长剑猛然斩出，虽是 B 级异能，却蕴含着平定天下的杀伐之气。透明的剑气与漫天血线狠狠撞击，发出一连串密集的崩裂声。开了，必死的封锁圈硬生生被斩出了一道缺口。西西，走，我断后。唐嫣嘶吼着转身，义无反顾地扑向了那个恶魔。服从命令，苏小西含着泪咬碎银牙，借着表姐拼死展开的通道，踉跄着冲进密林深处，找死！思维暴怒，血滴如子弹般疯狂射击，可唐嫣仿佛感觉不到疼痛，像个疯子一样贴身缠斗，硬是没让他腾出手去追击。唐嫣，你这是让他去送死！思维脸色铁青，眼看 S 级辅助跑了，气急败坏的怒吼：“把他叫回来，我不杀他！”做梦！唐嫣回应他的是更加不要命的剑招，哪怕是死也绝不让你们得逞。与此同时，从林另一端画风突变，分数+1、+1、+10。许科如同开了挂的人形自走炮，一路横推 S 级异能疾冰权杖，解锁新技能极寒水晶剑，每秒170米的射速，周身10米无死角覆盖。最恐怖的是配合雪莉的冰皇诀，这招几乎零消耗，只要许科不累，他就是一台永动机。不知不觉，周围的气息变了，一股凶悍至极的压迫感瞬间锁定了他。呼哧呼哧，沉重的喘息声传来，一头如卡车般巨大的野兽挡住了去路，通体披着金属般的钢毛，獠牙森寒，3阶凶兽铁骨钢毛猪。小心，这可是核心区。雪莉慢悠悠地提醒道。废话都怼到脸上了，许克吐槽归吐槽，手底下却没停，数道冰箭瞬间激射而出，叮叮叮，这一往无力的冰箭竟然全被那一身钢毛弹飞了。钢毛猪毫发无伤，四蹄发力，像一辆重型坦克般轰然撞来。那毛是10几层叠加的，防弹衣懂不懂？雪莉的事后诸葛亮让许克差点吐血，只能一个狼狈的跳跃，险之又险的避开了冲撞。咔嚓，一棵百年古树被钢毛猪当场撞倒。许科挂在树枝上，看着下面撞晕了头的蠢猪，嘴角突然勾起一抹坏笑。他翻身落地，对着钢毛猪勾了勾手指：“你过来啊！”这种侮辱性极强的动作，瞬间激怒了这头3阶凶兽。吼钢毛猪彻底无力，4台发动机全开，对着许科发起了自杀式冲锋。近了更近了，就在獠牙即将刺穿身体的瞬间，起跳！许科如同体操运动员般原地起跳，在空中来了个完美的跳马动作。砰！一声巨响，地动山摇，钢毛猪一头撞在3人合抱的巨树上，2根獠牙深深嵌入树干，4条腿悬空乱蹬，彻底卡死了。机会！许科落地，优雅的绕到猪屁股后面，右手一指对准那处唯一的弱点，菊花，给我爆！一发冰晶剑带着寒光，精准的捅了进去。凄厉的猪叫声响彻丛林，钢毛猪疯狂挣扎，想要踢死身后的卑鄙小人，奈何獠牙卡得太死，根本动弹不得。冰剑在体内疯狂搅动，内脏瞬间被搅成碎末。几分钟后，伴随着一堆红白之物喷涌而出，这头不可一世的3阶凶兽当场暴毙，积分正100。呵，3阶凶兽就这？许科叉着腰，一脸欠揍，一旁的雪莉捂脸崩溃。你能不能别用这么猥琐的打法？我都替你丢人。这一战让许科的排名直接飙升，第10名，许科156分，直接杀入全考场前10。然而，当你看到第1名的数据时，才会感到绝望。第1名云飞318分，哪怕许科如此变态的刷分速度，依然被甩开了1倍的差距。紫阳中学的怪物果然名不虚传，还得更快。许科收起轻视之心，向着界域更深处疾驰而去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。界域之外，校长办公室，随着一声提示音，王校长接通了那个特殊的视频会议。怎么这么晚？就差你了。虚拟会议室内，一张长桌划分出了残酷的阶级。王校长只能苦笑着坐在角落，自嘲是个没人理的小透明。毕竟这场会议的主角只有一个，紫阳中学马校长。只见他周围挤满了阿谀奉承的投影，俨然是众星捧月。老马，今年状元又是你们的吧？我看前10名都要被包圆了。听到恭维马校长满面红光，语气狂傲至极。这不算什么，紫阳毕竟是精英制，今年的目标很简单，前100名我们要占60成。王校长撇了撇嘴，心里暗骂。
真他娘的能吹！你们全校5考生加起来才几个人，还6成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惊呼打破了马校长的装逼现场。不对呀，老马，第10名这个许克好像不是你们的人吧？江城2中的李校长指着排行榜，一脸惊奇。第10名，许科，江城考场。刷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那个名字上。马校长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查了一圈名单，只觉得脸颊火辣辣的疼。许科确实不是我们的人，我们只派了云飞和夏阳。刚吹完牛就被打脸，现场瞬间炸了锅。不是子阳的，那是哪儿冒出来的黑马？王校长，这该不会是……终于轮到老子了！王校长深吸一口气，腰杆挺得笔直，那10万块资助费简直花得太值了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声如洪钟。王某不才，许科正是我江城1中亲手培养的天骄。哗！虚拟会议室彻底沸腾，一所普通中学竟然杀出了个全省前10。刚才还围着马校长的众人瞬间调转枪头，纷纷凑到王校长身边取经。毕竟大家都是普通中学，你能出人才，凭什么我们不能？王校长享受着这从未有过的高光时刻，笑得合不拢嘴。然而帅不过3秒，砰！办公室大门被狠狠撞开，监考老师面无人色地冲了进来。校长出大事了！江城考场遭遇不明势力袭击，界域通道被搅乱，全员失联。一句话如同惊雷落地，原本热闹的会议室瞬间死一般寂静。什么？这一刻，所有校长的脸色都变了。砰！马校长狠狠拍案而起，10目的虚拟桌案都在颤抖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。我的云飞和夏阳还在里面，谁敢动我的学生？这群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老头子，此刻彻底炸了毛。王校长别怕，我现在就摇人，我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去，敢动5考生，就是跟全省高校宣战。妈的，老子打飞的过去，保护我方天骄！一个个校长拍案而起，杀气腾腾。那个名为血色兄弟会的组织，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这一夜他们得罪了一群全省最护犊子的老疯子。虽然外界已经大乱，但是江城5考的界域中还算是风平浪静。许科继续着他的刷分之旅，不知不觉间已来到第9名，423分。作为3阶初期的 S 级异能者，在雪莉指导下，他秒杀凶兽轻而易举，但半小时只遇到2只3阶凶兽，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寻找上。正循着脚印追击时，前方密林传来密集脚步声，一个身着火蜡鹿骑装的少女悠闲地骑在铁骨刚毛猪背上，从林荫中夺出。她身后各类凶兽排成整齐纵队尾随而来。哟，车上给老师竖中指的大佬，名字这么大都能遇见，你说你是不是我的有缘人？夏阳抛了个媚眼，许科被这撩拨整不会了。同学缘分是天定的，想知道答案请编辑短信，许科加夏阳发送到10086。夏阳神色一僵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知道这是90年代的广告？他翻身跃下，凶兽们已悄然封锁四周。许科，你排名上升太快，我得为云飞排除威胁。如果你现在弃权，我可以保证不伤害你。许科憨笑渐渐收敛，紫阳中学这是在搞 PVP 互分。许科，凶兽身上的信号器都没被激发，他们身上有分。雪莉激动道，他的异能大概率和魅惑控制相关，赶紧动手。许科眼神瞬间变了，一脸热切地盯着夏阳。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，你还能叫多少只？就这些不够我杀。许科坦言。夏阳怒了，闭眼三花蛇、爱影猫、跳跳虎、刚毛猪一起上。许科冷笑，呵，就这种程度我还能打10个？跑啊！雪莉尖叫，许科转身撒腿就跑。20-30只凶兽，再不跑等死！他仗着身法迅猛，边跑边甩出冰剑，优先击杀1、2阶凶兽。那些追不上的低阶凶兽反成3阶的绊脚石。许科爽刷一波分，排名直接超越夏阳，来到第7名，798分。混蛋，你异能没消耗吗？夏阳恼火道，在下正是江城1中隐藏王牌 S 级兵系觉醒者许科是也。说话间，他灵活闪避刚毛猪，来不及刹车撞死2只同伴，给许科白送20分。许科如法炮制，一发冰剑正中刚毛猪菊花，后者陷入疯狂无差别攻击。好好好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夏阳双眼泛起朱红色，念出繁琐咒语：魅兽赤瞳臂及精神系异能。这是夏阳能在3阶核心区横着走的依仗。咒语念完，密林中响起簌簌穿行声。许科闻到淡淡鱼腥味，下一刻一高一矮2道身影出现，2只3阶后期的鱼类凶兽。这就是我的底牌，巨口鲶鱼奔波霸，乌甲黑鱼霸波奔。2只鱼怪配合着发出助威叫声。夏阳一声令下，二者呈包夹之势扑向许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许科双足猛踏，高高跃起，却没想到他们竟默契的交错而过，完美避开碰撞，半空中无处借力。第2波攻击已至，大波奔使用水枪，高压水流从黑鱼口中喷出，正中许科。巨大的冲击把他打得倒飞出去，落点处鲶鱼怪正张着大口等着。倒飞中的许科稳住身形，小臂上冰晶碎裂掉落，被动防御让他未受伤。他随手几道冰剑丢入鲶鱼口中，对方果然合上巨口。冰剑撞在灰色鱼皮上被弹飞，鲶鱼怪长须甩动，直接缠向许科。鲶鱼禁术捆绑。夏阳激动配音，靠，比我还变态！许科被长须捆住。4级兵系异能不过如此，在云飞手上连10招都用不了。夏阳鄙夷道。现在发求救信号吧。
许科正准备认真写，一道熟悉女声响起。许科，快救人！表姐有危险！苏小西踉跄身影出现精美，战斗服破烂不堪，几道刮伤深可见骨。他拼命朝许科赶来，脚下一滑摔倒在地。夏阳，先放我下来，我朋友出事了。许科眉头紧蹙，夏阳没听到喊叫。你少废话，先弃权，再说2声好听的。许科神色一沉，冰系异能发动，捆绑的触须瞬间结满冰晶，触须被冰住。鲶鱼怪想松开，却晚了。许科手中红桃三一闪，蛮牛之力充盈全身，双臂猛一发力，咔嚓一声，触须霎时崩开。夏阳以为他想溜，奔波爸爸波笨，给我拦住他！两只鱼怪以更快速度围攻。许科缓缓停下脚步，脸上挂着烦躁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别惹我！警告被当成耳旁风。许科手中梅花 Q 一闪即逝，体内能量毫无保留奔涌而出，一朵冰蓝色莲花出现在双手间，极寒冰晶爆，白色烟花猝然绽放。无数冰晶碎片激射，两只鱼怪眼里满是恐惧，转身要逃，却已太晚。碎片刺出千百个细密血洞，寒意自许科脚下蔓延，鱼怪身体逐渐僵硬。夏阳腿肚子发麻，惊叫一声跃上树枝。你真是 S 级冰系异能。许科心如止水，察觉鱼怪只被冻僵，手中结印，故技重施，极寒冰晶爆。看着许科手中又亮起冰莲花，夏阳麻了。大招这么帅！他急忙跳下，用身体挡在鱼怪前。我们输了，你想怎样都行，别伤害他们。许科缓缓停下技能，转身朝苏小西跑去，抱起苏小西，她身上大大小小都是伤口，有些深可见骨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思维杀了刘可，表姐为了保护我留下断后，我本想弃权，却发现手环对外求援功能全失效了。苏小西带上哭腔，许科，我找了你好久，求求你救救我表姐。许科表情渐渐沉下去，他尝试用手环联络老师，消息石沉大海。我知道了，交给我吧。他将苏小西抱到夏阳身前，后者看着许科阴沉的脸，害怕的后退半步。许科扬起手环，在夏阳惊讶目光中按下弃权键。良久淘汰提示音没有响起，通讯也没有接通。考场里出事了，我们联系不上外界，现在朋友有危险，我要去解决。许科目露犹豫，夏阳，我能信任你吗？夏阳尝试联系外界也失败，猜到他意思。你想让我照顾他？敌人实力不明，带着伤员太危险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等我把奔波爸他们解冻出来，足够保护我俩安全。夏阳点燃篝火，烘烤两只鱼怪，空气中弥漫烤鱼香。许科点头，身影如箭矢般窜出。好快！夏阳美眸瞪大，这才发觉刚才交战中许科竟未出全力。奔跑中，许科掏出诺基亚，女王大人，我该怎么办？雪莉沉默少许。我预感此事可能跟我有关，很像追杀我的那群人。许科摇头，现在牵扯到我朋友，就是我的事。雪莉轻笑，对方选择封锁考场，说明综合实力不强，不如直接去界域核心，破坏他考场便可提前结束。不过对方肯定也知道可能在核心设伏。许科接着道，脚下发力，许科速度再增3分。与此同时，云飞扛着黝黑长枪漫步丛林，树荫摆动，暗影猫突然冲出，长枪一挑一刺，血窟窿出现在额头。积分加100。云飞目前1792分，高居榜首。他直奔界域核心，准备清理附近凶兽。鼻尖耸动，他闻到血腥味，有人抢先。少顷眼前出现一汪血红色水潭，一名高大帅气男子坐在潭中小等，背后发光的石柱正是界域核心，而核心上绑着一名晕厥少女。唐嫣右臂齐根儿断发丝蓬乱，脸上有被殴打痕迹。同学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云飞眉头紧蹙，按下手环通讯键。你是云飞，想救他，来岛上跟我一战。思维笑道。云飞按了几下，发现没回应，凭借对自己实力的自信，决定英雄救美。手持黑曜长枪，他踏浮木冲向小岛。少顷，许科赶到岸边，看着岛中发生的一切，瞬间瞳孔巨震，怒火上涌。水潭中央，思维手持黑曜枪将云飞高高挑起，枪尖贯穿肩胛，鲜血顺枪身流淌。第1名，就这。混蛋！云飞呕血怒吼，不灭战体全力催动，双手把住枪身朝思维抓去。思维眼中血光一闪，异能鲜血掌控发动，平静水面瞬间翻涌，数十具凶兽尸身浮起，无数猩红血线如毒蛇激射而出，瞬间洞穿云飞四肢关节，将他呈大字形悬吊半空。凄厉惨叫响彻水潭。放开他，冲我来！唐嫣虚弱道。放他，我还没玩够呢。血线精准穿入云飞穴位，带来巨大痛苦。靠！提前布置陷阱阴我！云飞怒吼：老子辛苦布置的无敌主场，凭什么换地方？这水潭有18只凶兽尸体，3阶圆满鳄鱼王也在其中，有此血缘支撑，我在此地无敌。思维张狂道，血线开始抽取云飞鲜血，眼瞅云飞气息越来越微弱，嗖，一道冰蓝色寒光破空而来，思维险险避开，脸颊仍被划出一抹殷红。他阴狠看向岸边，许科，你终于来了。我等你很久了。许科身旁10余柄冰晶剑漂浮，剑尖直指思维，等我来杀你！偷袭并肩作战队友恩将仇报害自己队长，真是畜生！
思维哈哈大笑，杀我？你杀过人吗？温室花朵也配谈仁义道德？要怪就怪你自己和那个女人太像。果然冲自己来的。唐嫣因他受难，这钩他必须吞。许科眼中燃起怒火，脚步一动，竟踏水而行。足尖每次点水，瞬间凝结伏冰界力，身形如鬼魅疾驰，踏水而行，雕虫小技。思维挥手，数十道血线抽向许科，许科侧身旋转加速，险险避开所有缠绕，身后冰晶剑一发接一发射向思维。思维用黑曜枪格挡2把后应付不过来，只能调用血线在身前织网。啪啪啪，冰晶剑与血线碰撞，碎冰四溅，趁冰花遮挡视线。许科掌心中冰莲花悄然出现，越变越大，蓄力一击，这就是计划。当最后一柄冰晶剑被击碎，许科已到小岛边缘。这么着急送死，难道是隐藏了底牌？思维一脚踢在云飞身上，后者如破娃娃倒飞向许科。选择吧，不救他，他就成养料；救他，就硬挨我一击。看着砸来的云飞，许科没有散掉冰莲花，反在即将相撞刹那，猛然将积蓄力量拍向水面。极寒冰晶爆，白色烟花在水底爆炸，无数冰凌从水面激射向思维。森冷寒气将沸腾水面冻结，形成蔓延到岛内的冰幔。什么？思维第一次惊讶，虽然激射冰凌被血线击碎，但沸腾血潭被冻结，未能吞噬许科二人。砰！云飞摔在冰面上，总算脱离思维手心。你先走。许科说完，沿冰幔窜出。云飞抬头看到差点冻结半个水潭的一击，直接打消帮忙念头。神仙打架不掺和最好。思维平复震惊，这就是 S 级冰系异能，拿下它，我在会里地位将不可动摇。许科疾驰而来，手中结印，故技重施极寒冰晶爆。什么？思维瞳孔瞬间收缩，许科贴脸放大，二人距离不过15米。鲜血掌控，血河车，一股鲜血河流突然喷发，如战车碾碎冰凌，撞击在许科身上，巨大冲击将他掀飞，闷头砸在血泥中，怀中诺基亚滑落，血粒交集声响起。许科，情况不对，这血水混合了某种东西，会侵蚀理智。先撤。诺基亚屏幕闪烁几下后熄灭。可可，许科缓缓撑起身体，他确实感觉身体变得迟钝，心中无端涌出烦躁。思维发动技能后，整个人大变样，头发变成血红色，惨白脸颊如吸血鬼，脚下踏着鲜血汇集的古代战车，宛如鲜血帝皇。许科，别管我，带着云飞走吧。唐嫣的喊声唤醒险些沉沦的许科，真恶心！你往水里加什么了？没被影响。4级异能能抵抗精神污染。思维挑眉，许科拧了拧粘稠的血衣，索性就这样了。他对难受有极强适应力，身上负面影响再多也能笑着承担。见许科似乎没受影响，思维笑容更甚。你告诉我冰公主下落，我不杀你，也放了你朋友。切，老子不知道什么冰公主。思维面色阴沉，看来你不在乎班长。一道血线从血车飞出，洞穿唐嫣肩膀，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闷哼：“你找死！”身影一闪即至，拳头扫向思维脸颊。砰！思维哪想到许科会肉搏，仓促间被一拳击飞，嘴角溢出鲜血。趁此时机，许科箭步如飞冲向被绑的唐嫣，然而一股血流突然从唐嫣颈下喷射，直扑面门。许科急忙暴退，错失救援机会。呸！没想到你竟是双系觉醒者，这一拳不可能是自然系能打出的。思维擦干嘴角鲜血，手掏向怀中口袋，他摊开手掌，一根断指出现在手中。许科瞳孔瞬间收缩，一股极强压迫感传来，断指被思维丢入血潭，潭中能量凝实成红色血雾弥漫水面。许科感受到压力，纯拼能量强度，他比不上整个血潭的容量。肉搏尝试也证明鲜血掌控防御密不透风。怎么办？许科暗想，怎么办？再试一次吧，就当感谢班长3年帮我隐瞒不写作业。计划很简单，既然思维力量来源是血潭，就将他带离血潭。发什么呆？有血质在，我也是 S 级。思维站在血河车上，杀意凛然，老子不打了，先走一步。许科冷笑，转头就跑。思维愣了2秒，驾着血河车追赶。无数血线从凶兽尸骸飞出，交织阻挡许科脚步。许科踏水而行，不断释放冰晶剑，展开血线，但阻挡减缓了速度。没多久，思维追上，跑到哪儿去？不管班长了。思维单手一握，无尽血气凝结成血色长枪。血河车以极快速度冲刺，长枪就算没命中，也能将他撞得粉身碎骨。许科急停转身，手中早已酝酿好璀璨冰莲花。极寒冰晶爆，白色烟花绽放，企图暂缓冲势。同样招式用3次，早没用了。思维嘲讽，宁愿硬抗也要撞死许科。轰！血河车上一面鲜血凝聚的长牌帮助阻挡冰凌和寒意，少顷冰晶爆余波消失，长牌千疮百孔，挂满寒霜。但血河车成功突破范围，碾压到许科刚才位置。思维正要撤掉长牌继续追击，耳边突然传来急促脚步声。愕然回首，只见满身鲜血的少年正以一往无前气势冲来，野蛮冲撞，利用冰晶爆掩护。许科沉入血潭，在血河车路过后前出，终于换来近身机会。野蛮冲撞速度极快，带有不可阻挡效果。思维匆忙横起长枪格挡。咔嚓，长枪崩断，许科撞入思维怀中，顶着他往血潭边缘冲去。噗！思维喷出鲜血，身体攻成大虾，双脚踏在血潭，极力想阻止退势。混蛋，怎么这么大力气？鲜血掌控废血之痛，一只手按在许科肩上，思维露出残忍笑容。冲锋中的许科突然感
觉心脏剧烈跳动，心率被瞬间拉爆，皮肤出现莫名灼热感，鼻孔鲜血止不住淌出，紧接着由内而外剧痛袭来。呵呵，前冲势头一缓，思维得意嘲讽：“你真当我没有近战能力？你身体里流的也是血，废血之痛足以让三阶凶兽动弹不得，你完了。”话音未落，许科猛地推开思维，冰蓝色莲花直接在面前爆炸，极寒冰晶爆，一招清空蓝条，爆炸冲击波推着许科倒飞出去，迅速远离。冰晶碎片扎在身上，他任凭寒意侵袭，压制难以忍受的灼热，完大了，得撤后。借着冰晶爆掩护，许科飞速来到界域核心，寒光一闪，唐嫣从柱上跌下，被许科扛在肩上。唐嫣闷哼，立刻感觉到身下男子体内传来的灼热，看着对方满是伤痕的身体和结霜的发丝，他心中一阵自责。许科，你走吧。带着我跑不出血潭。闭嘴，少废话！我最讨厌关键时候玩生离死，别的男女主。许科闷头就跑，越远离血潭中心，思维速度越慢。但废血之痛已开始影响思维，背后破空声突然传来，他反应慢了半拍，啪！背后女子猛地一推，将他推了个踉跄，噗呲，一股温热喷出，他愕然转身，只见唐嫣被长刀击中，惨白小脸凄美的让人心疼。许科同学，还好没伤到你，那天晚上很抱歉。不舍之言未说完，血色身影以砂质大刀挥砍而下。噗嗤，唐嫣倒飞出去，带着凄美微笑坠入血潭。呵呵，恨我杀了他吧，那就别走了。思维残忍激将，许科表情从震惊到悲伤，最后缓缓恢复平静。他没有愤怒冲过来，只是呆呆看着班长，将班长最后音容笑貌留在心里。轰！血潭破开，一根削尖树枝直刺思维喉咙。云飞抓着许科后脖领就往外逃。哥们，打起精神来，回去再悲伤，先逃命！云飞带着许科眨眼逃出血潭范围。可恶！思维站在潭边恼怒道。许科看着飞速远离的血潭，呆呆的笑。他右手捂住脸，指缝间露出的眼睛似笑非笑。原来死的人越多，我越强啊！这么简单的事，我怎么才想明白？他猛然站起，握住云飞手腕，谢谢你了，再请帮个忙，去接我另一位同伴。他和夏阳在一起，我担心思维有同伙。云飞点头离去。待所有人走后，许科掏出诺基亚，因进水已无法开机，他小心放回胸前暗兜。他闭上双眼，脑海中小丑异能提示早已显现许久。检测到可扮演的高能量反应 ，B 级异能天罡剑气 ，A 级异能不灭战体。宿主选择复制，您的鬼牌序列已扩充52/4，不灭战体红桃 J 已存储，天罡剑气方块10已存储，鬼牌隐藏技能已激活。血潭中，思维控制血线将唐嫣从水下捞起。正当思考如何交代时，他突然注意到一道身影正站在血潭边盯着他。许科身上全是干涸血迹，大大小小伤口却已愈合，平静脸庞上古井无波。他来到血潭旁也不说话，只是盯着思维看。思维瞳孔收缩，他感觉到被凶兽盯上的压迫感。你回来干什么？想通了来做交易。许科没有回答，突然蹲下掏出一个巴掌大小五彩斑斓的礼物盒子。惊吓魔盒，每一次升阶可选择打开魔盒，获得你最想要的礼物。注意，小丑可能会开些小玩笑。许科获得此技能已久，今天终于想好想要的礼物，无论是谁，谢谢你的礼物。他呢喃一声，直接扯开包装，盒子入口仅能探入一只手掌，里面漆黑一片。毫不犹豫，他将手塞了进去，摸索一番后，他握住金属握柄，卯足劲往外抽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狂暴电流从盒中喷出，直接命中，噼里啪啦，许科整个人疯狂痉挛，强大电流恣意破坏细胞，他身上冒出白烟，空气中弥漫焦糊肉香。思维目瞪口呆看着，难道杨教授的研究突破了？电击真能促进进阶？良久，电击缓缓停止，哈哈哈，真好玩！许科单膝跪地，身上焦糊位置缓缓愈合，嘴中却发出意义不明的笑。原来惊吓不过就是电击，不过如此。话音落下，他猛地站起，右手顺势将盒中之物抽出，这一次没有闪电，一柄通体漆黑，仿佛能吸收光线的剑出现在手中。剑长约3尺3寸，剑柄用羽毛状金属拼接，剑身狭长笔直。恭喜获得惊喜奖励！刺杀之枭，一把善于暗杀的剑，漆黑的剑身极易隐藏在黑暗中。你这家伙装模作样什么？思维感到不安，一个自然系从哪里挣？把破剑出来！他反复安慰自己，在血潭里，除非4阶以上觉醒者，否则不可能赢他。却突然惊骇发现，许科正迈步踏入血潭，朝他缓缓走来。看不起我，赶着送死！思维双手猛挥，无数血色丝线从血潭窜出，争先恐后抽向许科。班长，借你力量一用。许科呢喃，右手将箫背在身后，另一手轻轻一搓，方块10红桃坠梅花 Q3张鬼牌出现在指尖。鬼牌隐藏技能序列共鸣，3张鬼牌上的异能同时激活。天罡剑气不灭战体，疾冰权杖3种不同方向的异能在体内涌动，他顿时感觉到昂扬生命力、冰寒之力，以及对萧剑的明悟。思维只感觉许科气势变了，一种恐怖压迫感让他甚至产生破坏界域核心逃跑的想法。就在这一迟疑，许科动了，他如灵狐般穿梭在无数血线攻击下，巧妙避开每个落点，脚下冰冷寒气蔓延，一路冻结到思维身前，形成可踩踏的冰面。思维大惊失色，呼唤作驾，鲜血掌控血河车，寒气冻结半个湖面。思维站在血河车上，看着许科越逼越近。混蛋，血强术！
暴怒的思维挥手一指，血红长枪应声急射，瞄准许科必经之路。许科竖起箫，嘴唇轻启，天罡剑起，剑定中原。金色长剑虚影突然出现，暴涨至1人高低，刚好挡住血枪。砰！枪尖折断，血枪被弹飞，丝毫未能阻挡许科脚步。什么？思维大惊，这一击足以秒杀3阶后期凶兽，却被如此轻易防下。许科速度再快3分，如鬼魅般消失在原地。去哪了？慌张寻找间，余光里一道黑影正朝他而来。仓皇转头，只见一柄狭长漆黑无声的长剑正带着死亡气息抹向他脖颈，鲜血掌控血减术，身下血河车沸腾，无数血丝疯狂涌出，层层叠叠，瞬间将他包裹成巨大血茧。黑暗中的一剑砍在血茧上，发出巨响，细密血线崩开裂口，又迅速愈合，未能伤到里面的人。思维被气势吓到，狠下心来。许科，你赢不了我，整个血潭都是我的力量。他直接引动整个血潭力量要自爆，脚下潭水沸腾，恐怖威势缓缓积蓄，感受如芒刺背的危机。许科却轻轻一笑，炸吧，但我死前必须看着你先死。削剑在手中握紧，许科一剑快过一剑，疯狂劈砍在血茧上，一剑砍不破就2剑，2剑不够3剑，只要没死就一直砍到将里面的人劈成碎片。黑色箫在空中无声飞舞，破开的血茧上不断凝结冰霜，拖延愈合速度。脚下血潭沸腾愈发剧烈，许科毫不在意，继续攻击。别砍了，血潭就要炸了。思维在茧内嘶吼。咔咔咔，一剑接一剑，毫无迟疑。你是天才，有辉煌未来，没必要跟我同归于尽。你他妈听不懂人话吗？要炸了！眼瞅血茧越来越薄，思维崩溃大喊：这样下去，就算许科没能在爆炸前杀他，他也会被炸死。炸！快给我炸！一起死就一起死。血茧被迫在即，思维一发狠，提前引爆血潭。轰！剧烈爆炸声响起，整座血潭瞬间爆炸，无数血水混合着喷向高空，形成倒挂天空的血色瀑布。刚刚汇合的云飞3人目瞪口呆看着这奇景。是谁在跟思维交战？这种波动，我们参与也没用。夏阳担忧道：“这还是3阶之间的战斗。”云飞怀疑起自己。森林中其他人看到这奇景，掉头就走。这种战斗，余波凑过去也抢不到怪物。战斗中心的血潭处，炸上天的血潭使天空下起血雨。血潭中心小岛上满身伤痕的许科正单手掐着思维脖子，将他如死狗般提到眼前。这波爆炸吓死维本应被炸死，但许科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他，只为亲手处决。你个疯子，拼着受伤也要折磨我吗？为防止思维自杀，许科将他口中牙全部敲掉，一身的伤痕在不灭战体作用下，以肉眼可见速度愈合。许科扯了扯嘴角，抬起削剑猛地出剑，思维右臂被钉在地上。给你半分钟想好，我要知道你们组织的全部信息，这决定你死的痛不痛苦。3、2、1，时间到了！魔鬼，许科就是魔鬼！思维心中疯狂呐喊，还没想好，这次多给你点时间，1分钟1。大腿被许科一脚踢折。思维疼得险些昏死。我全说，你个魔鬼！少顷小岛上出现一张由血红色冰晶组成的棺材，棺材中静静躺着一位被冰封的少女，面容安详，似在安睡。棺材旁，一个少年满身血污抱剑而坐。积分加1加1加10加100，轰！积分加1000，发现可复制的高能量反应。B 级异能鲜血掌控，已添加至牌库。击杀思维复制其异能后，意外发现那些被思维击杀的凶兽身上信号发生器都没触发，这便宜了许科。他将血潭中凶兽一一打捞，回收积分。于是，在破坏界域核心加上关键1000分后，许科排名坐火箭般上升，一路冲刺到中南省五考排行榜第一。第1名许科3835分，江城考区。界域核心被破坏，江城五考结束。界域外校长们正激烈讨论如何营救学生时，被搅乱的界域洞口逐渐恢复平静。突然一阵喧闹，几道相互搀扶的身影出现在入口。老师，我好害怕！医生，快号人！学生们的喧闹惊醒了校长们，看着突然恢复平静的界域通道，他们都有点懵，正计划营救呢，咋自己出来了？快看，五考排行榜！有人惊呼，校长们不约而同打开排行榜，赫然看到位居榜首的名字。第1名许科3835分，江城考区。3835分。比第2名多1倍不止，他单刷了界域核心。有校长惊呼，破了中南省历年五考纪录。破坏界域核心是最简单的办法。李校长恍然，废话，界域核心是那么好破坏的，江城近10年没人做到。王校长眼里闪烁喜悦的光，现在榜首可是他学生，甚至可能是他救了所有考生。这次投资100倍回报后，第一批学生后陆续有人影出现，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工作状态，该送医送医，该调查调查。少顷、云飞一行人也离开界域，却没发现许科身影。校长，界域里有坏人，他动手杀了同学，许科可能去找他报仇了，你们快去帮忙。云飞汇报，马校长勃然大怒，转身吼道：“听见了吗？我们中南省状元正被歹人迫害。”靠，不能忍！老马，你发话吧。只见胖墩墩秃顶的王校长扯掉名牌领带，从学生手里抢了把长枪，就朝界域通道走去，一边走一边拨通手机。阿丽，今晚可能不回家吃饭了，我要为江城未来拼一把。死鬼！你是不是又要去商 K 鬼混？电话嘟的挂断。正此时，又一道身影从界域通道出现，人群顿时一静，转而有人喊道：“是许科！许科出来了，省状元！”
英雄出来了！欢呼声不绝于耳。可那道身影没有丝毫喜悦，只是默默低着头往外费力走着，背后似乎拖行着什么。一尊淡红色冰棺正散发着寒气，在许科拖动下从界域通道被拉出，沉重冰棺在土地留下深深沟壑。少年肩膀已磨出道道血痕，显然拖行了许久。本就经历大战狼狈不堪，再如此体力透支，许科终于挺不住，跌倒在众人面前。许科同学，快，医疗队救人！冰棺里是谁？杀人凶手呢？众人一股脑围了上去，将许科搀扶起来。许科被带走接受保护性问询，冰棺与思维的残躯作为关键证物封存。江城武考在震惊与哀悼中落幕。关于血色兄弟会与冰公主的调查密锣紧鼓的展开，而许科这个名字，连同那3835分的破纪录成绩和铁血手段，已如风暴般席卷开来。有人视他为终结危机的英雄，也有人暗自心惊于内冰棺中呈现的酷烈。深夜省局疗养中心的独立房间内，许科静静躺着，胸前的诺基亚依旧沉寂，脑海中的鬼牌序列却幽光流转。新得的黑桃 K 隐隐搏动，与梅花 Q 的冰寒低鸣交织。窗外城市灯火阑珊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随着这名少年的沉寂悄然迫近。